吃完饭我不想浪费时间，我决定把我之前编织的这个鱼笼修复一下，还能用。把这个弄下去，然后换上新的，就可以了。现在老秦在制作鱼笼，我要跟他找一些这样子的藤蔓回去。这个就一点点的这样缠上去就可以了。我们一会儿就把它缠好，然后放下去看一下能有什么收获。你看，它很快就成了一个半成品了啊！我们再加把劲，然后争取今天把它赶出来。哇，好了，费了2个小时吧，完成。你看这个口，它这个口是这样进去好进，但是它出来的话就不好出了。总觉得没有那么美观，但是原理应该差不多。我现在要把它下到里面，然后等待成果。我把鱼的内脏放进了鱼笼，布置在了海边的石头旁，因为我看周围有很多的鱼。哇，还有这么多的蜘蛛精，它们全在看我。我已经把我那个笼子放好了，在放笼的时候又发现了几个猪仔螺，然后还有一些蜘蛛蟹。其实我不想抓它们，但是它们在我眼前实在是太多了，我就抓了几个，我打算用它们来煮粥喝。哇，我要摘点所谓的地中海火龙果，配着我们的粥喝。你看，就这种，它一捏里面就软了，这种就是可以吃的。我绝对忍不住的，我想提前尝一下。你看。它里面特别的像火龙果，哇，又酸又甜，而且还特别的黏。这个丛林里有很多这种仙人掌，所以说我们要多找点。你看这个都熟大了，记得之前不知道这个果实能吃的时候，我们还吃这个仙人掌，结果吃完以后头都是晕的。那时候也在这里挑战，也没有好意思说，所以说这个仙人掌千万不要随便使用。看一下我们一会儿收获多少，这个绝对够我们好好吃一顿。太甜了，别说话，馋到我了。吃就行了，好吗？好热。现在我要把这个螺和这个蟹放到锅里面煮一会儿，放盐巴，放点鸡精，调一下味儿，这个清炖的海鲜粥就好了。充实的一天又快结束了，吃完饭我们可以躺在帐篷安静的思考，或是坐在沙滩看看大海，一切都是这么的平淡。如今社会高速的发展，所谓的荒岛也并非离城市很远，想出去非常的简单，脱离饥饿也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所以在过去的1年里，我们一直在挑战中追求想要的生活和所谓的阅历。失败了没有关系，一直在路上就好了，总有一天，总有一方面你会获得成功。我们也渐渐意识到，也并非所有的事情都要让自己变得那么出类的拔萃，保持乐观的心态，冲着梦想一直不懈的去追求，去坚持，生活总会慷慨的回报我们。所以我们一直把生存挑战当做一个对生活的态度，追求，也不再那么苛刻的要求自己，尽最大的努力就好了。大家明天见。大家好，今天是我们在岛上生活的第4天了。今天小秦嘴巴有点上火，暂时由我先来说话。现在我要去看一下我们昨天下的鱼笼有没有什么收获。昨天我们编织了一个鱼笼，并把它放到了海里，不知道今天会有什么收获。告诉大家一个不好的消息，我的鱼笼没有收获，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？我的内脏放下去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，可能因为流水太急的问题吧。我感觉我们2个今天已经陷入了绝境，淡水也没有了，鱼笼也没有收获，
还有2张网和2个鱼钩。现在下网的话，容易会把网弄坏，浪比较大，流水比较急。我要先去找点淡水。这里已经很久没有下雨了，非常的干燥。这时候我们希望快点降雨，如果下雨久的话，我们又会觉得还是别下好了。我们想要晴天，这就是人的心理吧。我刚刚在山上看了一些鸡洼处，其实这个山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大。很可惜的是没有找到水。现在有一个办法就是做蒸馏水，之前也试过，觉得这个办法不太实用。尽管你用很多的时间去把这个蒸馏水做出来，也只够1个人打10头呢。其实我们在岛上寻找淡水的话，有3个方法，这就是其中之一。我说的最简单、最粗暴的，就是把沙滩里的那个海洋垃圾的淡水收集起来，烧开的话就可以做饭了。我们剩下的2种方案就是寻找淡水坑过滤，或者说寻找山泉水。我个人觉得这是最实用的方法。这里有很多的海洋垃圾，对环境来说它们是不好的，但这是弱小力量无法改变的。你临时清理掉，它们还会飘过来，所以需要大家一起去爱护。千万不要模仿，也不要轻易的去尝试这样子。过滤那种没有流动的水源呐，或者是寻找海洋里的垃圾啊，把这种水烧开了喝。我不建议大家这样做，最好寻找那种流动的山泉水，或者是出门在外边玩的话，一定要备足水源，千万不要像我们这样，真的没有必要的。这次只是我们一个简单的挑战，其实我们完全可以叫朋友送水过来，但是呢，我又觉得那样太敷衍了。我们要给我们自己制造点困难，才有意思。你看。一会儿我就找到这么多淡水，这个野菠萝的那个根的那个芯的话，是可以补充水分的。尝点。还不错。有点涩，但是补充水分的话是很好的。再来一点。当，早上随便吃一点就好了。现在的话有点热了，不适合我们长时间的在外面。等会儿3点钟以后得想吃。到海里面给我找多吃，先吃点野菠萝。好甜是吧？那天我们摘的那个野菠萝没有熟透，吃这个是涩的，但是这个已经熟透了，这个都是甜的。越到后面越甜，来，给你。没有，我给你摘的，别这样。甜吗？甜，真甜。有点上火。高溶痛。下午了，我决定去潜水。糟糕，流水太急了，什么也看不到。虽然说今天浪大不能潜水，但是我又发现了另一种东西啊，就是这个佛手螺，它也叫地狱的海鲜，因为它全都长在石头缝里啊，而且它长得特别的危险的地方。你看，它全都长在这石头缝里，而且非常的难弄。这么小的一个，我费了好大的劲才把它弯出来。你看，它那个根还断了。其实这个东西是非常好吃的，我们有幸在广州惠东的时候，我们吃过一次。佛手螺生长的位置都相对险峻，它们牢牢地长在石头缝里。我曾经在惠州的荒岛上体验过挖它的感觉。我用牢固的绳子绑在身上，防止自己被浪打下去，换来的是美好的味道。我刚刚在那边那个石头上面挖了好多这个，你看这个是不是很大？那边浪特别大，所以说小刘就没有过去跟我拍摄。这里有个洞口，我觉得这里面应该是有佛手螺的。当然，今天烤佛手螺是不够吃的，所以我在石头上又砸了一些牡蛎，还有猪仔螺。
就是我们忙活了一上午的收获了啊，有很多的这种生蚝，还有猪仔螺，还有一个猫眼螺，我们现在就把它们吃了。现在还是挺激动的，因为喜欢它们，马上就可以吃到一顿丰盛的晚餐了。这个佛手一定要洗干净，因为它身上有很多的沙子。这个直接把它剥开就行了，看里面的肉，我感觉有点像那种就是炸了以后的那种鸡尾虾的味道，而且它自带咸味，我觉得真的能算得上我吃过最好吃的螺了。我吃这个佛手螺的味道，就好像它在回报我一样。我们两个人虽然很好拼，还找了这么多佛手螺，但是这个味道特别可以肯定的。真的是自带咸味儿，特别的舒服。到了晚上呢，我们可以在这里坐着聊聊天，或者说看看书啊。最近我在看贝尔的书，我想学习一下求生技巧，因为我们的物资就要用完了，到时候我可以实践一下。我非常喜欢他说的这句话，就是困难也就意味着你有机会继续前进，有机会超越那些中途退出的人。困难给予了你一个出人头地的机会，有价值的事总是需要牺牲与努力才能达成的，这也正是那些事的特别之处。所有的回报不是给天分好或者说才情高的人，唯应给意志坚强、排除万难的人。这句话意味深长啊，我觉得有很多的含义。这就是我们一天的生活，我觉得只要让自己生活过得充实，你就会得到满足。你每天要进步一点，然后你明天就会过得更好，这是我个人感觉啊。好了，大家明天见吧。明天早上我要看一下天气，然后再做计划。